我上山求子，却意外遇到一只通人性的白狐，它嘴里叼着一颗发光的珠子，放在我手心，转身就往山洞跑。我跟着它进洞，竟看到墙壁上满是孕妇的画像。我大喜过望，在白狐的指示下磕了3个头。回家当晚，我就被诊出有孕。可就在临盆前1个月，我却得知夫君要纳青楼女子进门。好友劝他：你确定要在清婉郡主临盆之日纳小妾，这合适吗？你喜欢青鸾，那你如实跟郡主说就好了嘛，为何要瞒着她？官人小心谨慎地说道：青鸾如今有了身孕，我不能亏欠她，得给她一个名分。青婉性子烈，我当初娶她，许她一生一世一双人，如今我违背承诺，她肯定会闹的，还不如趁着她临盆之时，无暇分身反对，迎娶青鸾进门，只要生米煮成熟饭。以她大家闺秀的作风，也只能体面的忍下。我沉默不语，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地转身离开。临盆之府邸张灯结彩，大家纷纷恭贺他双喜临门之时，门外却传来了禀告：圣旨到，萧恒接旨。刚刚好，催命符到了。我示意丫鬟翡翠晋升，悄然移至窗棂下，里头继续传来礼部尚书的儿子赵世轩的声音：萧恒，郡主虽是金枝玉叶，却非不通情理之人。你这般隐瞒，待她生产之日骤然发难，岂不是逼她？萧恒的声音响起，带着一丝无所谓。世轩，你多虑了。青婉如今身子重，精神不济，哪有心力理会这些？况且我问过太医了，青婉怀的这胎9成是个女娃，而青鸾她怀的可是男胎。我萧恒总不能委屈了自己的长子吧？这名分必须给。赵世轩的声音带着忧虑：对方毕竟是端河亲王嫡出的郡主，你这般行事，王爷和世子爷若知晓……萧恒轻笑一声，透着算计：无妨，岳父与大舅哥远在南疆征战，没有3、5个月，肯定回不来。等他们回来，事情早已尘埃落定，青婉都认了。他们纵然心疼女儿，为了王府颜面和外孙女的将来，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原来如此，寒意瞬间蔓延我全身。他是算准了我父兄远在边关，无人替我撑腰，才敢如此欺辱我。翡翠气不过，还要冲进去理论，被我的眼神制止住了。赵世轩似乎仍不放心，还在劝导：万一，我是说万一，郡主性子刚烈，就是不肯低头呢。焦恒嗤笑一声，语气里充满了自信：不会的，世轩，你不懂青婉，她那么爱我，当初我不过一介白衣进士，她都能为了我反抗亲王，以死相逼下嫁于我。如今我官居4品，对她更是千依百顺，疼爱有加，她怎会舍得离开我？他顿了顿，声音里带上了一丝轻蔑的怜悯：她那人看着轻了，实则心软得很，你随便给她摘朵野花，她都能当宝贝似的收着，好哄得很。好一个好哄得很！原来我的一片真心，在他眼里竟是这般廉价可笑。翡翠心疼地看向了我，他扶着我，不让我瘫软。我深吸一口气，用口型无声地说：走。刚回到卧房不久，萧恒便来了，他脸上带着惯常的温柔笑意，手上拿着一个洒金纸笺。青婉，我来是想跟你商量，给孩子取个小名。我想了几个，你看看喜欢哪个？他递过纸笺，上面写的尽是珠儿、玉姐、圆圆这类女孩的名字。我抬眼看他，官人终于想起要给孩子取名了，看来是笃定我腹中必是女胎了。萧恒脸上笑容一僵，闪过一丝慌乱。胡说什么呢？只是太医说大概是女孩，我便先想了女孩的，是我考虑不周了。他说着，又急忙从袖中取出另一张纸。男孩的名字我也想了几个，你看看。我接过，目光扫过那些名字，最终落在祥定2字上。我知道萧家下一代的族谱排字正是祥字。这个祥定倒是不错。萧恒的脸色瞬间变得尴尬无比，眼神游移，不敢与我对视。我立刻明白了，这个寓意憨态平稳、长继宗族字辈的名字，他是要留给青鸾那个尚未出世的孩子。我心中冷笑更深，面上却故作不解，轻声问道：怎么了？官人不喜欢这个名字？萧恒猛地回神，连连摆手：怎么会？喜欢，喜欢。若是男孩就叫祥定，若是女孩便叫瑞淑，取祥瑞贤淑之意，你看可好？官人决定就好。萧恒如蒙大赦，立刻起身：那你好好歇着，我去书房处理些公务。约莫一炷香后，翡翠悄步进来，低声说道：郡主，大人他去了西厢客房，他拿了块用金子打的名牌给那女人的丫鬟，说已经请人算好了，小少爷就叫祥定，让那女人宽心养胎，勿虑其他。金牌，连孩子的名牌都用金子打好了，而我腹中他的骨肉，至今连像样的长命锁都未曾得到他的亲自挑选。萧恒啊，萧恒，你究竟将我们母女置于何地？我轻轻抚摸着腹部，孩子，别怕，娘亲不会让你受这等委屈。翌日，我刚服用完安胎药，翡翠急冲冲的进来了。郡主，大人他
他去了春风楼，外面都传遍了，说萧大人要1掷千金为那花魁青鸾赎身，还说青鸾姑娘好福气，马上就要飞上枝头，嫁进富贵人家做官夫人了。官夫人是啊，四品京官的妾室，在这京都也确实算得上有头有脸了。想起那时杏花微雨，萧恒还只是个清贫的进士，他在我父王面前长跪不起。王爷，萧恒此生若能得娶青婉为妻，必当真挚爱之，绝不相负。此生此世，绝不纳二色。若有违此事，天人共怒。那誓言犹在耳边，如今听来却讽刺的让人心口发疼。更衣去春风楼。翡翠一惊，郡主，那是污秽之地，您万金之躯，怎能？污秽之地，我日日与从那污秽之地出来的人朝夕相对，还有什么可忌讳的？我倒要看看那位让萧恒神魂颠倒，甚至不惜违背誓言的，究竟是怎样的角色？翡翠见我意已决，只得咬牙应下。春风楼内灯火通明，丝竹喧嚣。我戴着帷帽，与翡翠坐在2楼一个不起眼的雅间里。那名叫青鸾的女子确实生得极美，小腹尚且平坦，看不出身孕。她正抱着琵琶浅吟低唱，颇有才情风骨。台下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宾客，喧嚣着竞相出价，要拍下青鸾姑娘这最后一场演出。我看到了萧恒，他坐在最前排，一脸的志在必得。他站起身，朗声说道：“我出一件宝物，前朝古玉。”先皇御赐的玉如意一柄。此言一出，满场哗然。先皇御赐之物，竟被拿来为青楼女子赎身，这是何等的荒唐与僭越！我藏在袖中的手猛地攥紧，那柄玉如意是我母亲的遗物，是她临终前亲手放入我妆帘，叮嘱我见如意如见娘，佑我儿平安顺遂。它不仅仅是一件珍宝，更是我念想母亲的唯一寄托。萧恒他怎么敢？翡翠气得当即就要冲下去抢过来，我一把按住他的手，让他得意。现在他拿去的越多，将来才会摔得越痛，毁得越深。我没有再看下去，起身悄然离开。走，去皇宫。回到府中，已是夜深。萧恒见到我坐在厅中，他一脸的关切。青婉，听说你去宫里了，可是有什么事？我垂下眼，语气平淡。皇祖母凤体有些抱恙，我去侍奉了片刻。他明显松了口气，随即又皱起眉，语气带着关切。皇祖母身体不适，自有太医和宫人照料。你如今怀着孩子，最是娇贵，万一过了病气可怎么好？听话。今日就别再进宫了，一切以孩子为重。他从袖中取出一个小物件，是一个雕刻的略显粗糙的小木马，递到我面前。瞧，我今日有空，亲手给孩儿刻的，喜欢吗？等我们的孩儿出世，我再给他刻更多更好的。我看着那粗糙的木马，再想想那柄被拿去博花魁一笑的玉如意，只觉得无比讽刺。我抬起眼，缓缓露出一个极淡的笑。官人有心了，不过给孩子的东西，自然是要给最好的。我倒是想好了，我母亲留下的那柄玉如意就极好，寓意平安吉祥。等我临盆那日，便将它请出来，放在产房里，有母亲在天之灵和先皇御赐的祥瑞镇着，定能保佑我们母子平安。萧恒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那玉如意是月末遗物，太过贵重了。生产之地，血光之气重，人多手杂，万一有个磕碰闪失，如何是好？还是好好收着为妥。我心中冷笑连连，原来他也知道那是我母亲的遗物，知道它贵重，知道它对我意义非凡。那他拿去给青鸾赎身时，可曾有过半分犹豫？见我沉默不语，萧恒越发心虚，好像想到了什么。青婉，你放心，明日我就陪你去天元寺，为我们孩儿求一道最灵验的平安符，有佛祖保佑，定会没事的。看着他这慌张的模样，真是让人可笑。我微微一笑，淡淡的点头。好，到了天元寺，我们先去正殿上了香，又煞有介事的求了平安符。青婉，你累了吧？我已让客僧准备了清静的厢房，你去歇息片刻，我去寻方丈聊聊佛法，稍后便来寻你。他语气温柔，安排的妥帖周到。我确实有些乏了，但是我没有进厢房，而是走去另一端，倚着亭子里的石凳子休息了片刻。突然，隔壁厢房传来了轻微的响动，那声音太过熟悉。鸾儿，小心些，别动了胎气。恒郎，你终于来了，我好想你。原来萧恒竟在这佛门清净地私会情人。萧恒的声音充满溺爱。你看，这是我特意为你和我们孩儿求的平安符，方丈亲自开的光，最是灵验不过。谢谢恒郎，可是郡主那边，他若是知道……放心，他自有皇家庇佑，能出什么事，我随便拿个一样的糊弄过去就行了。他那人好骗得很。原来他百般催促我来求的平安符，真正要给的从来都不是我腹中的孩子。青鸾似乎安心了些，又娇声问道：恒郎，我进门后只是一个妾室，郡主她身份尊贵，若是欺负我……胡说，你怎么会是妾室？你可是怀着我萧家的长子长孙，是功臣。青鸾惊讶地啊了一声。那是平妻，我能与郡主平起平坐，确实是天大的福分了。萧恒轻笑一声，那笑声里充满了算计。鸾儿，
你太天真了，是他给你做平妻才对。你生的儿子必须是嫡子，将来才能名正言顺地继承我的爵位。他顿了顿，语气变得阴冷。清婉那个性子孤傲又刚烈，一时半会儿肯定接受不了。无妨，等你的孩儿落地，事实摆在眼前，我再请宗亲族老们出面施压。为了他女儿的未来，他不敢不让出主母之位给你，到时候你才是名正言顺的萧府主母。这番话如同惊雷在我的脑中炸开，我浑身冰冷，血液仿佛都凝固了。原来他是要彻底将我踩在脚下，将我堂堂郡主的尊严碾碎在地，太荒谬了！我冷哼一声，他萧恒该不是忘记了吧？他的爵位是怎么来的？若不是我下嫁于他，若不是我父兄在朝中的影响力，他一个毫无根基的寒门进士，何能年纪轻轻便官居四品？隔壁还在传来那对男女的低语轻笑，我死死咬住下唇，泪水在眼眶中疯狂打转，却被我硬生生逼了回去。不能哭，为这种男人不值得。萧恒，这是你逼我的。我深吸一口气，再无半分波澜。翡翠，我们回府。又了半个月，我临盆的日子快到了。萧恒很忙，整日不见人影。听闻他还拿了我的地契，给青鸾在近郊置办了一个临时的宅子。管家偷偷摸摸买了不少红绸和灯笼，整个府邸弥漫着奇怪的气氛。郡主见红了，快传大夫和稳婆。随着翡翠一声大喊，整个府邸的人都动了起来。萧恒换上了一身崭新的绯红喜袍，衬得他颇有几分春风得意。他看到我苍白虚弱的模样，露出了不忍心。青婉，你感觉如何？别怕，太医和稳婆都在，一定会没事的。我的目光落在他刺眼的喜袍上。你这身衣服……萧恒脸上闪过一丝慌乱，随即强笑说道：今日是我们孩儿降生的吉日，自然要穿得喜庆些，迎接他的到来。就在这时，外墙隐约传来了喧天的锣鼓和唢呐声，显然是迎亲的队伍到了府门前。萧恒的眉头皱起，脸上露出烦躁，低声咒骂：怎么回事？哪家办事如此不懂规矩？太吵了，青婉，你歇着，我出去让他们安静些。他甚至不等我回应，猛地抽回手，急匆匆地转身就走。我看着他那仓皇逃离的背影，嘴角艰难地扯出冷笑。很快，翡翠端着参汤进来，眼中是压抑不住的怒火。郡主大人就在正门口迎接那个贱人进门，宾客来了好多。那排场分明是迎娶正妻的规格。按规矩，纳妾只能从侧门悄无声息地抬进来。他这是把我的脸面踩在脚底下。我闭上眼，深吸一口气，腹中的剧痛再次袭来。翡翠慌了，她不再多说了，急得哭着握住我的手。郡主，您一定要撑住啊！我不知道挣扎了多久，仿佛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终于听到了婴儿嚎叫的声音。生了，是一位千金。见到小小弱弱的孩子，我心里感慨万千。他一出生，他的父亲就在忙着迎娶别人，甚至令于来看他一眼。外院的喧闹乐声似乎更响了，一个婆子小心翼翼地在门外禀报：大人，郡主生了，是位小姐，只是身子似乎有些弱，您要不要去看看？话未说完，萧母就烦躁地打断：看什么看？没见恒儿正在办大事吗？不过是生个丫头片子，有什么好看的？萧恒认同地微微点头。既然青婉已经生了，母女平安便好，我晚些再去看她。支走婆子，萧恒欣喜的目光盯在了前方戴着红头盖的青鸾，厉声高昂的声音穿透院墙，清晰传来：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突然，门外传来一声响亮的大喊：圣旨到，萧恒接旨。我艰难地支起身子，望着门口的方向。刚刚好，催命符到了。世子宋辉一身玄色亲王朝服，腰佩长剑，面沉如水地走在最前面。他身后跟着两列披坚执锐、杀气腾腾的王府亲卫。那阵仗不像是来贺喜的，倒像是来抄家的。秀公公手捧圣旨，在一众小太监的簇拥下紧随其后。萧恒脸上的春风得意瞬间凝固，愕然地看着这突如其来的闯入者。他下意识地整了整身上那刺眼的大红喜袍，强行挤出一抹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快步迎上前去。世子爷，您何时回京的？不是说南疆战事吃紧，还要数月才能班师吗？萧恒的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慌乱，他又转头看向秀公公，干巴巴地笑着：还有秀公公，您这是深夜造访，可是圣上有什么紧急要务交代微臣？宋辉停下脚步，冷厉如刀的目光上下扫视着萧恒那一身张扬的喜袍，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冷笑。萧恒，你好大的胆子！宋辉突然怒喝出声，声如洪钟，震得在场的宾客纷纷缩起了脖子。趁我妹妹临盆生产，性命攸关之际，你竟敢穿着这身喜袍，在此地大张旗鼓地迎娶新人，还摆出这等迎娶正室主母的排场，你当真以为我端河王府没人了吗？萧恒被这劈头盖脸的怒斥震得脸色一阵青一阵白，额头上的冷汗唰的就下来了。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身旁还盖着红盖头的青鸾，赶紧强词夺理地解释道：世子爷，您误会了，并非您想的那样。青鸾她并非寻常妾室，她如今已有身孕，与我萧家延绵子嗣有功，我是欲聘她为平妻，只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名分，绝非有意怠慢郡主啊。
到了这个节骨眼，他竟然还敢当众改口，企图用平妻的名分来混淆视听，掩饰他宠妾灭妻的行径。平妻？宋辉像是听到了全天下最荒谬的笑话，仰天发出一声充满讥讽的狂笑，哈哈哈！好一个平妻！萧恒啊萧恒，你是不是寒窗苦读把脑子读坏了？我妹妹乃是当今圣上亲口册封，太后最疼爱的清婉郡主，真正的金枝玉叶，你竟然让她与一个从勾栏瓦舍里出来的青楼娼妓互称姐妹。平起平坐，宋辉猛地上前一步，一把揪住萧恒的衣领，眼神中杀机毕露。我看你不是脑子糊涂了，你是被猪油蒙了心，活腻味了。你这是在打我端河王府的脸，更是在打皇家的脸。一直坐在高堂之上等着喝媳妇茶的萧母，见儿子被如此粗暴对待，顿时不干了。他仗着自己是长辈，猛地站起身，用拐杖重重地杵着地面，厉声呵斥道：世子爷这话说的可就不妥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清婉既已嫁入我萧家大门，那就是我萧家的媳妇，自然要守我萧家开枝散叶的规矩。我儿如今子嗣单薄，那个平妻进门，绵延香火，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有何不可？你就算贵为世子，也不能插手我们萧家的内宅之事。宋辉猛地转头，目光睥睨地扫过那个刻薄的萧老夫人，眼神中满是厌恶。规矩？在本世子面前，你一个靠着儿媳妇嫁妆才住上这5进大宅子的老妇，也配谈规矩？今日你萧家的这狗屁规矩，本世子就替我妹妹全破了，你待如何？萧恒见母亲受辱，觉得在众宾客面前折了男人的面子，脸色也彻底沉了下来，语气带上了几分强硬的不悦。世子爷，此乃我萧某的家事，纵然微臣行事有不妥之处，也当容后再议。如今吉时未过，满朝同僚宾客皆在场观礼，有何误会？待我礼成之后，明日一早，我定亲自去王府，向王爷和世子爷负荆请罪，解释清楚。您如今带着兵马上门，如此大动干戈，未免太不近人情了吧？他竟然还想着先把糖拜完，把生米煮成熟饭。宋辉闻言不怒反笑，叫声中透着令人胆寒的寒意。你的家事，萧恒，你莫不是真把自己当盘菜了？忘了你身上这4品太常少卿的官服，你萧家今日能在这京城立足的荣耀，是踩着谁的肩膀爬上来的？宋辉不再与他废话，猛地侧身让开，对着身后的舅公公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萧公公，别跟他废话了，请旨吧，让他好好听听，这到底是家事还是国法？舅公公面无表情地上前一步，眼神中满是对萧恒这种薄情寡义之人的鄙夷。他双手捧着圣旨，高高举过头顶，随后唰的一声展开那卷明黄色的绢帛，尖细而威严的声音如同悬在萧恒头顶的利剑，响彻了整个张灯结彩的庭院。萧恒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太常少卿萧恒，本系寒门，蒙天恩浩荡，而上清婉郡主本应恪尽职守，谨守臣礼，感念天恩。然其品行不端，负恩忘义，禽兽不如，竟于郡主免遇危难，生死攸关之际，公然违背誓言，纳娼妓入府，背礼僭越，停妻再娶，实乃罔顾人伦，罪无可逭。朕闻之甚怒，痛心疾首，召疾齿夺萧恒太常少卿之职，革去所有官绅功名，永不录用，贬为庶民。舅公公每念一句，萧恒的脸色就惨白一分，双腿如同筛糠般剧烈颤抖。令清婉郡主温良贤德，却受此等奇耻大辱，朕心甚怜，特准其休夫令嫁，其所带一切陪嫁妆，连田产铺面、金银资财悉数归还郡主府。萧家不得贪墨分毫，钦此。贬为庶民，休夫令嫁，这8个字如同8道惊雷，直接把萧恒劈得魂飞魄散。他猛地抬起头，原本还算俊朗的面容，此刻因极度的惊骇而扭曲变形，像一条濒死的鱼一样，大口喘着粗气，脱口而出：不，这不可能！陛下怎能如此不念旧情？怎能下这种荒唐的旨意？大胆！舅公公猛地合上圣旨，尖锐的声音直刺耳膜，冷冷地看着他：萧恒，你敢质疑圣意？还不快快领旨谢恩？难道你想抗旨不遵，满门抄斩吗？原本坐在高堂上的萧母听到休夫令嫁4个字，直接两眼一黑，从太师椅上滚了下来。她像个泼妇一样坐在地上，双手拍打着地面，发出尖锐刺耳的哭嚎。休夫，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啊？自古以来，从来只有男人休妻的份，哪有女子休夫的？这不合祖宗规矩啊！我不服，我要去告御状，
放肆！宋慧目光如箭般射向他，手已经按在了剑柄上，杀气腾腾。萧老夫人，你这是在质疑当今陛下的决断吗？这话你是要让你萧家九族一起来大理寺的大牢里听吗？此言一出，旁边那些原本还想看热闹的萧家族亲和前来贺喜的宾客们吓得魂飞魄散。这可是欺君罔上的大罪啊！谁也不想被这愚蠢的老妇牵连。众人呼啦啦跪倒了一大片，拼命磕头，齐声高呼：“不敢！陛下圣明！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有个平时和萧恒交好的同僚吓得脸色铁青，赶紧跪爬着拉扯萧恒的喜服衣袖，低声急切地劝道：“恒哥，你疯了！快领旨，快谢恩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难道你真要为了一个青楼女子抗旨，把全家老小的命都搭进去吗？”萧恒浑身冷汗涔涔，双腿一软，扑通一声，重重地跪在地上。他猛地摇头，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般，死死盯着宋辉。不，这里面一定有误会。世子爷，你不能这样，这都是我和清婉夫妻之间的私事，床头吵架，床尾和，你不能仗着王府的权势，跑去陛下面前搬弄是非，拆散我们夫妻。到了这个时候，他竟然还在做垂死挣扎，试图用虚伪的感情来道德绑架。不是兄长拆散，是我恶心透了。一道慵懒、虚弱却带着无尽寒意与嘲弄的声音，缓缓从庭院的月亮门处传来。众人循声望去，只见我身披一件极其厚重、绣着金线凤凰的红色织锦大氅，将刚刚生产完虚弱的身子裹得严严实实。我半躺在一顶由4个健壮嬷嬷抬着的红木软轿上，在翡翠和几个大丫鬟的簇拥下，缓缓地如女王巡视般进入了这充满荒唐的喜堂。我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但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冷得刺骨。我看着跪在地上狼狈不堪的萧恒，缓缓地一字一句地重复道：“这休夫的主意，并非我父兄仗势欺人，而是我清婉亲自上的折子求的圣旨。”一瞬间，整个喜堂鸦雀无声，所有震惊、疑惑、鄙夷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萧恒猛地抬起头，眼中充满了震惊和茫然。他不敢相信那个曾经对他百依百顺的妻子能做出如此决绝的事情。你说什么？清婉，你刚才生了我们的女儿啊，你为何要如此狠心绝情？我拢了拢身上厚重的披风，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语气平淡的像在谈论今天的天气，却字字如刀。官人今日大喜，迎娶新人进门，还摆了这么大的阵仗，我这个做正妻的若是不亲自来看看，岂不是失了礼数，让人笑话我善妒？我嘴角勾起一抹极其讥讽的弧度。你要许他平妻之位，与我平起平坐。哼，我这个人向来心高气傲，眼里揉不得沙子。我既不愿与人平起平坐，更遑论去给一个青楼女子做姐姐。既然你这么舍不得她，我索性好人做到底，成全你们这对苦命鸳鸯。休了你，给你们腾地方，岂不是大家都干干净净？萧恒如遭雷击，整个人僵在原地，猛地后退一步，嘴唇剧烈地哆嗦着，指着我：“你早就知道了，你一直在看我的笑话。”他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恐，仿佛第一次认识我。我淡淡的讥笑一声，眼底满是不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以为你瞒天过海，算准了我父兄远在南疆，算准了我临盆在即无暇分身。可惜你忘了，这京城虽大，我端河王府的耳目却也不瞎。我微微偏头，给了一旁的翡翠一个眼神，翡翠立刻会意，冷笑一声，从袖中掏出一个精致的黄缎小锦囊，上前一步，狠狠地将里面的东西砸在萧恒的脚下。那是一枚沾着尘土的平安符。翡翠指着萧恒的鼻子，啐了一口，大声骂道：“萧大人，您这枚特意去天元寺请方丈开过光，要保佑那个青楼贱人和他肚子里萧家嫡长孙的平安符，我们郡主可消受不起。这种恶心人的假货，您还是留着自己辟邪吧。”看着那枚眼熟的平安符，萧恒的瞳孔骤然收缩，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起来。他终于明白，那天在天元寺的隔墙有耳，他所有的算计和阴毒的盘算早就被我听得一清二楚。清婉，你听我解释。萧恒的声音带着哭腔：“你就不能体谅我一次吗？青鸾她真的有了我的骨肉，那是萧家的血脉啊！我一个大男人，总不能做那种提上裤子不认账、不负责任的负心汉啊！”负责？我像是听到了这世上最荒谬可笑的笑话，忍不住低低的笑出了声，笑声中带着无尽的苍凉与讽刺。萧恒啊萧恒，你对一个在青楼里认识不过区数月，不知怀了谁的种的欢场女子，大义凛然地说要负责，那你对我呢？对我们那个刚刚出生还嗷嗷待哺的女儿呢？我猛地直起身子，眼神锐利如锥，死死定在她脸上。你当初跪在我父王面前，为了求娶我，磕头磕得头破血流，指天发誓说的那些话，那些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誓言，
难道都是被狗吃了吗？翡翠冷哼一声，再次双手奉上一样东西，那是一卷边缘已经微微泛黄的白绫绢帛。我示意他当众展开，在数十支红烛的照耀下，那绢帛上的字迹清晰可见，那正是当年萧恒为了打消我父王的顾虑，亲笔写下的承诺书。上面不仅有他信誓旦旦的白纸黑字，右下角还有一个刺眼的血色指印。翡翠清了清嗓子，当着所有宾客的面，朗声读了出来：皇天厚土为证，若他日我萧恒有负清婉郡主半分，违背誓言，纳妾生子，甘愿自毁前程，放弃一切功名利禄，净身出户，贬为庶民，任凭清婉郡主休弃，绝无半句怨言。字字句句如同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萧恒的脸上。萧恒目瞪口呆地看着那卷熟悉的绢帛，指着他，手指像抽筋一样颤抖，像看到了索命的厉鬼。你竟然一直留着这个东西，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不信任我？你是不是早就盘算着有朝一日要拿这个毒誓来要挟我，毁了我？我冷冷地看着他这副气急败坏、倒打一耙的丑陋嘴脸，心中最后一丝涟漪也彻底平息。萧恒，你错了，我当初留着他，是因为我珍视你的情谊，把他当成你爱我的见证。我语气冰冷，只是我没想到，人皮之下掩藏的是禽兽。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说过的话、做下的恶事付出代价，这叫因果报应。萧恒彻底慌了，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失去的不仅是一个温柔的妻子，更是他赖以生存的权势和地位。扑通一声，双膝跪地，畸形到我的软轿前，不顾一切的伸手去抓我的披风下摆，涕泪横流，哭得毫无尊严。清婉，我错了，我真的知错了，你别休我，别收回那些嫁妆，你依然是这萧家独一无二的正妻主母。他转头指着旁边早已吓傻的青鸾，急切地表忠心。青鸾她不配做平妻，不，她连妾都不配做。我就把她当个玩意儿养在外面，或者立刻把她发卖了，绝不让她和那个野种进门碍你的眼，好不好？求求你了，青婉，看在我们这几年举案齐眉的情分上，看在我们刚出生的女儿份上，你原谅我这一次吧。他的眼神中还带着一丝可笑的期待，以为只要他低头认错，我就会像以前那样，因为心软而原谅他所有的过错。我看着他这副卑躬屈膝，为了利益随时可以抛弃新欢的恶心模样，心中一片荒凉，只剩下彻骨的麻木。萧恒，你到现在还不明白？我疲惫地靠在软垫上，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却重如千钧。我当初为何会力排众议，不顾父王的反对，以死相逼，也要带着10里红妆下嫁于你这个一贫如洗的穷书生？我看中的从来不是你日后能官居极品，能不能飞黄腾达，我看中的是你那一身傲骨，是你那颗声称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赤诚真心。若我早知道你这身傲骨是用虚伪和算计糊出来的，你这颗真心如此薄情寡义，你以为就凭你这副皮囊，你有什么资格？凭什么能打动我堂堂清婉郡主？一旁瘫坐在地上的萧母原本还在抹眼泪，听到我这番高高在上的话，那股子市井泼妇的劲儿又上来了。她气得脸色铁青，猛地一拍大腿，指着我的鼻子尖叫道：恒儿，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你起来！你男儿膝下有黄金，跪他个肚腹做什么？萧母唾沫星子横飞，大言不惭地骂道：他生不出儿子，是个绝户头，他要走就让他走。你如今可是堂堂正四品太常少卿，京城里多少达官贵人想把女儿塞给你，你还怕离了她，娶不到更好更能生养的黄花大闺女吗？离了她端河王府，我们萧家照样能烈火烹油，兴旺发达。母亲，你快闭嘴吧，你还嫌害我不够惨吗？萧恒此刻恨不得冲过去撕烂他母亲那张惹祸的嘴。宋辉闻言，双手抱胸，发出一声极其响亮且充满嘲讽的冷笑。看来刚才秀公公宣读的圣旨，萧老夫人您是年纪大了，耳朵塞了驴毛，一句都没听清啊。宋辉缓步走到萧母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你儿子萧恒现在已经不是什么4品太常少卿了，他因为品行不端，宠妻灭妻，已经被当今圣上革去功名，贬为庶民了。宋辉又转头看向面如死灰的萧恒，字字诛心。萧恒，你真以为你萧家这几年在京城买大宅子、养奴仆、花钱如流水的荣耀，是你靠着寒窗苦读那几本书就能读出来的？你真以为那些同僚对你客客气气，是因为你才华横溢？我告诉你，萧恒是金子不假，但这京都城里遍地都是金碧辉煌的王孙公子。若非我妹妹当年瞎了眼，带着巨额嫁妆下嫁于你，若非我端河王府在朝堂上为你四处打点、保驾护航，谁他娘的认得你萧恒是个什么东西？你现在不过是被打回原形的穷酸落榜书生罢了。
宋辉的每一句话都像一记重达千斤的铁锤，狠狠地砸在萧恒的脊梁骨上，砸碎了他最后那点可怜的自尊。萧恒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整个人像一滩烂泥一样瘫软在地，面色死灰，双眼空洞。我厌恶地移开视线，给了翡翠一个眼神，翡翠立刻会意，从怀里掏出一本厚厚的账册，那是当年我出嫁时的嫁妆清册。他上前一步，站在萧恒面前，声音洪亮如钟，传遍了整个院子。萧庶民，既然郡主已经休夫，那咱们就该把账算清楚了。这是当年郡主下嫁时王府陪嫁的嫁妆清单。今日下午，王府的管事已经带人将萧府库房清点完毕。翡翠猛地翻开账本，一条条地念出那些令人心惊肉跳的缺失名录。经查实，库房中缺失先皇御赐杨之玉如意一柄，前朝成化年间白玉瓷瓶一对，京郊300亩良田的西郊别院地契一张，现银纹银5000两，以及各色名贵首饰若干，共计18项大件。这些东西想必萧庶民心里清楚，都去哪了？限你3日之内变卖家产也好，去街上讨饭也罢，必须一文不少地如数归还郡主府，否则咱们就顺天府大堂上见，告你一个侵吞皇家郡主嫁妆、盗窃御赐之物的大罪。萧恒大惊失色，那些东西有一大半都被他拿去给青鸾赎身和买宅子了。他现在一个被革职的庶民，哪里去弄这么多钱来还？这简直是逼他去死啊！焦母更是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了起来，指着翡翠破口大骂：什么？你们这是明抢啊！那些东西既然当年已经作为嫁妆抬进了我萧家的大门，那就是我萧家的私产，那是我儿子赚来的，哪有休夫还要卷走全部家产的道理？我就是死也不给你们1分钱。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如同在看一个跳梁小丑。不然呢？你以为我端和王府郡主的嫁妆是你们这种破落户想吞就能吞得下的吗？这白纸黑字的嫁妆单子在官府备过案的，你不给？好啊，那就让大理寺的官差来你们萧家挨个搜，搜不出来就拿你们萧家的人命来填。说完，我只觉得一阵疲倦袭来，我不再看跪在地上失魂落魄的萧恒母子，转头对宋辉轻声说道：哥哥，我们走吧，这里空气太脏，让我觉得恶心。我想去看看我的女儿了。宋辉点点头，心疼地看着我苍白的脸色，亲自上前护在软轿旁。好，哥哥带你和外甥女回家，咱们回王府。软轿被稳稳地抬起，准备离开这乌烟瘴气的修罗场。不，今晚不要走。萧恒见状彻底崩溃了，他像疯狗一样扑过来，死死抱住抬轿子的木杆，涕泪横流，毫无形象可言。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真的不要娶青鸾了，我这就把她送走，送去尼姑庵。我发誓，我以后只守着你和女儿，去乡下种田，过苦日子都行。求求你了，青婉，别不要我。一直站在旁边，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不敢出声的青鸾，此刻听到萧恒这番绝情的话，猛地一把扯下了头上那顶讽刺的红头盖。他那张浓妆艳抹的脸上满是不可置信，尖锐着嗓子指着萧恒厉声质问道：恒郎，你说什么？你不娶我了？你要把我送去尼姑庵？他上前2步，气得浑身发抖，指甲都快掐进肉里了。我青鸾虽是沦落风尘的女子，可我也是春风楼清高傲骨的头牌花魁。当初想要为我赎身的达官贵人，能从城南排到城北，若不是你萧恒日日跑来我房里，花言巧语的对我诉衷肠，甚至拿御赐之物来表明真心，我会眼巴巴的拒绝那些富商，挺着大肚子跑来给你做妾。你现在一句为了前程不娶了，就想把我像垃圾一样打发了，你做梦！萧恒被当众揭穿老底，而且还是在他拼命想挽回的妻子面前，他脸上青红交错，觉得无比屈辱。他猛地从地上爬起来，转身对着青鸾恶狠狠地呵斥道：你这个贱妇，给我闭嘴！我为你赎身，让你脱离苦海，你是天大的恩情，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个什么下贱出身，一个千人骑万人睡的青楼楚馆的女子，也妄想登大雅之堂，做我萧家清清白白的主母。他翻脸无情，满脸嫌恶。先前是我被猪油蒙了心，被你这狐妹子迷了窍，昏了头。你若是识相，看在你肚子里孩子的份上，我认你做个义妹，给你几十两银子，打发你去乡下，保你后半生衣食无忧，已是我萧恒仁至义尽了。义妹，青鸾听见这个词，气急反笑，眼眶通红，眼泪却流得更凶了。他指着自己微微隆起的小腹，我肚子里怀着你萧恒的种，你居然让我叫你哥哥萧恒，你摸着你的良心问问，你还是不是个人？你简直连畜生都不如。青鸾彻底看清了这个男人的虚伪与自私，他心寒到了极点，他猛地转过头，目光怨毒地扫过萧恒，最终落在坐在软轿上的我身上。郡主娘娘，你以为他是什么痴情种子吗？青鸾凄厉地笑了起来，毫不
不留情地撕开萧恒最后的遮羞布。他不仅背叛誓言，他还在我床子之间无数次的嘲笑您。他说您端庄无趣，像块没有生气的木头，说您在床榻之上如同一条死鱼，令人索然无味。他说他早就受够了您高高在上的郡主做派，每次面对您都觉得压抑无比。青鸾指着面无人色的萧恒，破口大骂：如今你被皇权钳住了脖子，发现没了老婆，你什么都不是，就想一脚踢开我来表忠心。你这个虚伪、卑鄙、无耻的下作小人，我呸！一口带着血丝的唾沫狠狠地啐在了萧恒的脸上。萧恒惊恐万状地看向我，眼神中充满了被戳穿的恐惧。他仿佛生怕我相信了青鸾的一个字，拼命摇头。不，青婉，你听我解释，你胡说八道，我几时说过这些话？贱人，你敢污蔑我，我要撕烂你的嘴！他像一条疯狗一样猛地冲上前，抡起巴掌，毫不留情地狠狠扇了青鸾一个响亮的耳光。青鸾一个弱女子，哪里承受得住一个成年男子的全力一击？她被打得惨叫一声，整个人踉跄着倒退了几步，重重地摔在地上，白皙的脸颊瞬间高高肿起，嘴角溢出鲜血。萧恒打完人，看都不看地上的青鸾一眼，他立刻转过身，膝盖一软，扑通一声再次跪在我的软轿前。青婉，你千万别信这贱人的疯话，她是在嫉妒，她是因为我刚才说不要她了，她因爱生恨，故意编造这些恶毒的谎言来离间我们夫妻的感情啊！我静静地看着眼前这场狗咬狗的荒唐闹剧，看着这个我曾经以为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如何一步步暴露出他最丑陋、最自私的底线。我的心中早就一片死寂，连一丝波澜都泛不起来了。我缓缓伸出那只苍白的手，从翡翠手里接过那盏原本准备给新媳妇敬茶用的冷茶。我居高临下地看着萧恒，手腕微翻，哗啦，一整盏冰冷的残茶，我尽数泼在了萧恒面前的青石板上，水花四溅，溅湿了他的喜服下摆。萧恒，我的声音轻柔，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死寂和决绝。你若是能把这泼在地上的水一滴不剩，干干净净地收回到这杯子里，我今日便当作一切都从未发生过。我跟你回去继续做夫妻。萧恒彻底僵住了，他看着地上那迅速渗入石板缝隙的茶水，一滴一滴，怎么可能收得回来？他终于在这一刻绝望地明白，一切都结束了。他的婚姻，他的前程，他的一切，都如同这泼出去的水，无可挽回地消散了。妹妹，别看了，小心伤了神。走吧，回家看宁儿去。宋慧心疼地用宽大的手掌挡住我的视线，小心翼翼地护着我的软轿，在一众王府亲卫的开道下，浩浩荡荡地转身离去。身后传来秀公公极其不耐烦的催促声：萧庶民，咱家还要赶着回宫向圣上复命呢。这休书和放妻书，你是自己麻溜的签了，还是咱家让人按着你的手画押？别不识抬举。萧恒面如死灰，瘫软在地。他颤抖着手接过太监递来的毛笔，笔尖在纸上晕开一团黑墨。他发出一声如同野兽绝境般的哭嚎：我签。随着我的离开，原本满堂的宾客如同躲避瘟疫一般纷纷拂袖离去。每个人临走前都毫不掩饰地向地上的萧恒投去鄙夷和唾弃的目光。昔日门庭若市的太常少卿府瞬间变得门可罗雀，一片狼藉。萧母的哭骂声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尖锐地响起，刺耳无比。滚，都滚！你们这些趋炎附势、狗眼看人低的小人，见我萧家落了难，就跑得比兔子还快。你们都给我睁大狗眼看着吧！我儿子可是大才子，他肯定还会东山再起的。到时候你们别来求着抱大腿。够了，闭嘴，别骂了。萧恒被这哭骂声刺激得彻底崩溃，他转过头，双眼赤红地冲着他母亲怒吼：都是你这个无知蠢妇害的。他把所有的失败和绝望都发泄在他母亲身上。要不是你整天在我耳边念叨着什么青婉生不出儿子，什么萧家绝后，逼着我要延续香火，要不是你贪图青鸾肚子里的种，怂恿我选在今天这个鬼日子把她抬进门，我怎么会鬼迷心窍，走错这一步死棋？现在好了，你满意了？官没了，郡主府的靠山没了，家产全被要回去了，什么都没了，我们现在连喝西北风都没地方去。你满意了？萧母被儿子这番劈头盖脸的怒吼骂得一愣，她不敢相信一向孝顺的儿子会把责任全推给他。随即她拍着大腿，一屁股坐在地上，爆发出更加凄厉的哭嚎：你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啊！我都是为了谁啊？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我还不是为了你？为了你萧家的列祖列宗有香火传承，你自己不也天天盼着想要个儿子吗？
现在事情败露了，倒把屎盆子全扣到我老太婆头上来了，我不活了啊！在一片混乱和互相指责中，被萧恒一巴掌打倒在地的青鸾缓缓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他没有哭，只是冷冷地擦掉嘴角流出的血迹，眼神中带着一种心如死灰的决绝。他转头对着身边同样吓傻了的丫鬟，声音冰冷地说道：“去收拾细软，我们走。”萧母一听，像是一下子找到了救命稻草和发泄口，她猛地从地上扑过去，死死地拦住青鸾的去路，像个泼妇一样撒泼。走！你想往哪儿走？你收了我萧家的聘礼，你肚子里还怀着我萧家的宝贝大孙子呢。你生是我萧家的人，死是我萧家的鬼，你哪儿也不许去。青鸾停下脚步，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个刻薄自私的老妇人，眼神冰冷的像在看一个死物。孙子，萧家血脉。青鸾发出一声极其刺耳的冷笑。老夫人，麻烦您睁大眼睛看清楚了，你们萧家现在还剩什么？一座马上就要被变卖，用来还债的空宅子，一个被皇帝革了职，连狗都不如的庶民儿子，还是一屁股你们这辈子都还不清的巨债。他温柔地摸了摸自己微微隆起的小腹，脸上的笑容却恶毒得令人毛骨悚然。我青鸾虽是卖笑的欢场女子，但我爱财如命，我可不是收破烂的慈善家，跟着你们萧家去喝西北风，做梦。至于这个孩子，青鸾眼中闪过一丝狠厉，我回去就熬一碗浓浓的落胎药，干干净净利利落落的打下来喂狗，绝不留在这个世上受你们这群畜生的连累。你敢？你这个贱妇，这是我萧家的独苗血脉啊！我要杀了你！萧母闻言吓得尖叫起来，脸庞扭曲得像个恶鬼，张牙舞爪的就要去撕扯青鸾的头发。青鸾却只是极其轻蔑的笑了笑，一把将虚弱的萧母推开，不再理会她在背后的咒骂，带着丫鬟头也不回的径直往外走。萧母慌乱的在地上爬行，去死死抱住萧恒的腿。恒儿，你快去拦住他！你疯了吗？那可是你的亲儿子，咱们萧家不能绝后啊！萧恒此刻万念俱灰，像个被抽干了灵魂的木偶。他猛地一脚甩开母亲的手，对着青鸾那决绝的背影发出野兽般绝望的嘶吼：“让他滚，让他去死！这种水性杨花、贪图富贵的贱人，我萧家要不起。”萧母彻底绝望了，她自顾自地瘫坐在空无一人的喜堂中央，满地的红绸和喜字，此刻看来就像是刺目的鲜血。她指着头顶漆黑的夜空，发出歇斯底里的疯癫的怒骂：“好得很！你们两个不要脸的破鞋，都走，都滚得远远的！我倒要看看，你们离了我萧家，还有谁敢要你们这群贱货？我家恒儿可是天纵奇才，以后多的是黄花大闺女排着队要嫁过来。”王府亲卫将萧府团团围住，按照我的吩咐清点所有嫁妆，凡是我带入萧家的田产铺面、金银珠宝、古董字画，一件不落全部收回。萧恒试图阻拦，却被亲卫一把推开。他如今只是一介庶民，手无缚鸡之力，连反抗的资格都没有。萧母见财物被搬空，冲上来撕扯亲卫，却被亲兵反手按在地上，脸颊蹭得满是泥土，狼狈不堪。3日之后，所有嫁妆清点完毕，装满了整整20辆马车，浩浩荡荡驶回端河王府。沿途百姓纷纷驻足围观，指指点点，都说萧恒忘恩负义，宠妾灭妻，落得这般下场是罪有应得。萧恒母子被赶出萧府，那座5金大院是我用嫁妆购置，如今物归原主，他们只能蜷缩在京城郊外一间漏风的破茅草屋里，靠着乞讨苟延残喘。青鸾离开萧府后，并未如他所说打掉孩子，他拿着萧恒给的金银，本想重回乘风楼，可老鸨见他失势，又怀着身孕，早已将他拒之门外。昔日围在他身边的达官贵人，得知他被萧恒抛弃，又得罪了端河王府，个个避之不及。他走投无路，只能在贫民窟租了一间低矮小屋，靠着给人缝补洗衣度日。孕期反应剧烈，却连一口热汤都喝不上。昔日娇美妩媚的花魁，不过半月便瘦得皮包骨头，面色蜡黄，毫无生气。我回到端河王府，父兄早已从南疆赶回。父王见到我，心疼的老泪纵横，一把将我搂入怀中。婉婉，是父王没用，让你在萧家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哥哥宋辉更是气得拔剑要去杀了萧恒，被我死死拦住。哥哥啊，不值得为那种脏东西脏了你的手。他已经得到报应了。父王当即下令全城封杀萧恒，但凡有商铺作坊敢雇佣他，便是与端河王府为敌。萧恒本想靠着读书写字谋生，可没人敢买他的字画。他想做苦力糊口，却因常年养尊处优，体力不支，连搬砖扛货都做不来，只能每日沿街乞讨，受尽冷眼与唾骂。曾经的白衣进士，如今沦为全城笑柄。走在路上，孩童都会朝他扔石子，骂他负心汉、白眼狼。萧母受不了这般屈辱，整日坐在街头哭骂，从早骂到晚。先是骂我心狠手辣，又骂青鸾狐媚害人，最后骂自己儿子不争气。他疯疯癫癫，逢人便说自己儿子是4品大官，将来会东山再起。可没人相信他，反倒觉得他是疯子，时常被玩
戏弄，被泼冷水。一日暴雨，他外出乞讨，失足掉进护城河。等被人发现时，早已没了气息，尸体泡得发胀，无人收敛，最终被官府用草席裹着，丢进乱葬岗，与野狗为伍。萧恒得知母亲死讯，疯了一般冲到河边，却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没见到，跪在河边，哭得肝肠寸断。可这世上再也没有人会心疼他。那日之后，他彻底垮了，头发花白，脊背佝偻，衣衫褴褛，整日坐在街头，眼神呆滞，如同行尸走肉。偶尔有人提起我的名字，他都会浑身发抖，嘴里反复念叨着：“我错了，青丸。”我错了。青鸾的日子更加凄惨，临盆那日无人照料，她在冰冷的小屋里痛得死去活来，好不容易生下一个男婴，却因孕期营养不良，孩子先天不足，啼哭微弱。她本想靠着孩子搏一条出路，可孩子出生不过3日便夭折了，抱着孩子冰冷的身体，坐在空荡荡的小屋里，一夜白头，彻底疯癫。此后，她每日抱着一个布娃娃在街上游荡，逢人便说这是她的孩儿，嘴里骂着萧恒负心，骂萧母刻薄，最后在一个寒冬腊月，冻饿交加，死在了破屋之中。尸体多日后才被邻居发现。我在王府安心休养，父王和哥哥将我和女儿宠成掌上明珠，女儿取名宋清宁，小名宁儿，生得粉雕玉琢，眉眼像极了我，性子却软糯可爱，王府上下人人疼爱。我不再是那个为爱卑微的痴女子，而是端和王府最尊贵的嫡郡主，是手握实权，受万人敬仰的女子。我将母亲留下的玉如意寻回，日日供奉在佛堂，思念母亲，也警醒自己，再也不要为情爱迷失本心。半年后，边境大捷，父王和哥哥镇守南疆，威名远扬，皇上龙颜大悦，封赏王府，我的地位更加稳固。京中无数王孙公子慕名求娶，个个家世显赫，官任如玉，可我都一一拒绝。我带着宁儿每日在王府中赏花品茶，教习书画，或是出宫游历山水，日子过得自在逍遥。情爱于我而言早已是过眼云烟。我有家人，有女儿，有荣华富贵，有自由人生，足矣。1年后，我带着宁儿去西郊别院小住，途经街头，看到了蜷缩在墙角的萧恒，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衣衫破烂，浑身污渍，面前的破碗空空如也，连一口剩饭都没有。他看到我，眼中瞬间燃起希冀，挣扎着想要爬过来。青丸，求求你，给我一口吃的，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我停下脚步，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眼神平静无波。萧恒，你我之间，早在我休你的那一日就两清了，你落得今日下场，皆是咎由自取，与人无尤。说完，我示意翡翠放下一锭银子，这是看在昔日情分，最后一次，往后生死不复相见。萧恒捧着银子，泣不成声，可他转身就拿着银子去买了酒，整日酗酒，醉生梦死，最终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死在街头。宁儿渐渐长大，聪慧过人，乖巧懂事，她从不知生父是谁，也从不过问，只知道父王和舅舅疼爱她，娘亲守护她。她在爱中长大，明媚开朗，无忧无虑。我教她读书明理，教她独立自强。又过2年，皇上念我忠良之后，又怜惜我独自抚养女儿，特封我为安宁长公主，赐金印玉玺，享有自己的公主府，封地万亩。我搬出端河王府，建立属于自己的安乐窝。公主府内亭台楼阁，山水花园一应俱全。我将翡翠提拔为女官，陪我打理府中事务，身边皆是忠心耿耿之人，日子过得舒心惬意。闲暇之时，我会带着宁儿去游历天下，看江南烟雨，赏塞北飞雪，登泰山之巅，观沧海之阔。宁儿见遍山河美景，心胸开阔，眼界高远，长成了落落大方的名门闺秀。长大后，她嫁给了一位温润如玉的少年将军，夫妻恩爱，琴瑟和鸣，一生平安顺遂，幸福美满。